发现尸体的粮库所在位置与589亩的野外公共山林区域邻近，与致远中学胡某宇宿舍直线距离为226米，步行距离约400米。该粮库占地面积92亩，围墙高约5米，内部主要区域装有视频监控，门口有门卫，24小时值守。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是今天上午10点在江西上饶召开的胡鑫宇事件的新闻发布会。在新闻发布会上，警方明确宣布，胡鑫宇是去年10月14号自缢而亡，而且事发的现场就是原始现场。这两个结论呢非常清晰啊。对粮库进行了走访，并对全部建筑物内部开展了搜寻，也对粮库旁的玻璃厂、废弃厂房进行了搜寻，但胡某宇的尸体缢吊地点位于院内约9300平方米树林区域内，未搜寻到位。在我看来啊，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一系列的证据材料啊，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而且也形成了一个清晰的闭环，说服力还是非常强的。今天呢，我就这个新闻发布会所公布的内容啊，再来谈一谈我对胡鑫宇事件的看法啊。首先，我认为啊，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最重要的证据材料就是那个录音笔里的内容。大家都知道，胡鑫宇身亡的现场啊，发现了一支录音笔。这支录音笔呢，是在他那个墙的台阶上。警方采集这个录音笔的时候，就请来了胡鑫宇的家属啊，共同见证了这个过程。然后呢，就把这个录音笔送到了公安部的物证证据检测中心。胡鑫宇的哥哥呢，也作为家属的代表，全程见证了这个证据的采集过程。在这个录音笔中间呢，一共有21段录音，最短的只有1秒钟，最长的有16分40秒。那么跟10月14号内容相关的，一共有5段录音。这5段录音中间有2段比较重要，都是他2次想要自杀之前的录音。第一段呢，是大概在5点40分左右。我们上一期节目曾经讲到过啊，胡鑫宇那天下午5点40分左右回到自己的宿舍，然后就上了天台，在天台上一共待了2分57秒，并且朝着那个绥远的方向去观看。我当时在上期节目里头讲到啊，胡鑫宇应该在这个地方犹豫要不要跳楼自杀。这个录音里面的内容呢，果然验证了这个猜测啊。胡鑫宇的这段录音里都讲到啊，说真站到这里反倒有些紧张了，心脏在狂跳。说实话没有理由，只是觉得没意义。如果真跳下去会怎么样呢？不确定。跳下去了应该也没有人发现，现在至少不会被发现，以后过几天肯定还是会被发现的。刚刚又不跳，哎，我真的是想跳吧？不想，我应该是不想。这段录音里头其实传递出几个意思啊，就是胡鑫宇当时站在那个楼上的阳台上，就想在这里跳楼自杀，这是第一。第二呢，他当时跳楼自杀，也包括他整个这自杀过程中，他不希望被别人发现。至于他为什么不想被别人发现，我们等一会儿再分析啊。也就是说，胡鑫宇希望他死，离开这个人世，是自己一个人悄悄的离开，最好没有任何人发现他这个过程。第三，他当时这个自杀的过程中还是充满了犹豫，一会儿说想跳，又一会儿又说自己不想跳。这是在下午5点40分左右的时候，这一次的录音，这是第一次啊。第二次呢，就是在晚上20点08分左右，有胡鑫宇当时在17点51分左右下楼之后有离开了这个学校，大家都知道去了绥远方向啊。之后他的轨迹就没有人知道了。那么现有的证据显示呢，胡鑫宇离开学校之后并没有立刻自杀，他在那个山林里，或者是就是在那个他死亡的仓库里面，那个围墙里面啊，他至少待了4个小时以上。你想中他6点钟左右离开学校嘛，到晚上11点左右的时候，他还没有自杀。11点08分的时候，他面对录音笔自己又开始录音了。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啊，已经没有意义了，快0点了，干脆再等一下，直接去死吧。可以的，因为我今天已经有点不清楚了，现在我好想去死，感觉已经没有意义了。
胡鑫宇这5个小时里头究竟都在做了什么，没有人知道。他在等待什么，也没有人知道啊。但是可以比较确定的是，在他录完这一段录音之后不久，他就上吊自杀了。那么这2段录音啊，应该说跟胡鑫宇现场的勘探的情况啊，应该说基本上都吻合和对应在一起了。比如说胡鑫宇录音的背景中间有他们学校的背景音，因为他们学校的广播里定期是放音乐的。那么他17点50分、17点40分左右的录音啊，跟学校的背景音乐是相吻合的。另外呢，他的录音里提到有人走过，警方呢把视频中调出来，当时那个走过的人恰好也在视频里，这个也验证了。同时呢，警方为了确认呢，就是这个录音就是胡鑫宇的，又把他 QQ 音乐里面的那个声音提取出来，做了声纹对比，确定这个声音就是胡鑫宇的。同时呢，这个公安部的物证鉴定中心也出具了检测报告啊，说整个这21段的录音呢没有剪接的痕迹。在我看来呢，这是一个客观性证据啊，应该说说服力还是非常强的。那么综合今天公布的所有的证据呢，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关于胡鑫宇自杀的证据链。首先呢，胡鑫宇啊在进入学校之后呢，成绩就不太好，有些成绩呢基本还垫底，就比如说他地理考试考了倒数第1名。那么导致了胡鑫宇啊已经出现了一些心理上的不适应。这里头最明显的证据呢，就是他开始入睡困难，他自己在本子上也写了，睡不着觉。他还讲过那些自己可以体会到那些失眠人的痛苦啊。同时呢，另一个方面呢，就是注意力不集中。上课的时候啊，他经常说又一节课的时间都放了飞机啊什么之类的啊。在这个过程中，胡鑫宇啊就开始向自己的家人求助。因为胡鑫宇的性格呢，据这个事后啊，心理分析师进行画像来复刻他的心理特征的时候，讲到他的性格比较内向、温和，比较在意别人的评价，但是呢，相对来说跟其他人呢沟通啊比较少，所以他在心理上最能依赖的是自己的家人。那么9月27号，我们过去讲了，他跟他妈打过3次电话，应该说他的父母也意识到了他的心理出现了一些异常。所以11的时候，他妈和他的哥哥就专门从福建赶回来，对他进行心理安抚。从这些信息我们也知道啊，胡鑫宇应该是一个留守儿童，他父亲和母亲应该不在一起生活了。他母亲平时又在福建打工，哥哥也在福建，所以他平时啊能够获得他自己亲人的心理支持非常少。但是啊，比较遗憾的是，11期间呢，他的哥哥和他妈妈对他的安抚啊没有起到太大的效果和作用。那么10月4号啊，他的妈妈和哥哥就回到了福建，那么胡鑫宇回到了学校。10月5号这一天呢，胡鑫宇啊就又给他妈打了3次电话。这个细节呢，应该说此前我不知道，上一次节目里没有讲啊。那关于这次10月5号胡鑫宇给他妈妈打过3次电话，一共30多分钟的内容，胡鑫宇的母亲呢没有向警方披露。我个人猜测啊，胡鑫宇的这个10月5号跟他妈打电话的内容，应该说可能是比较明确的提到自己不想活了。可惜呢，就是这个信号没有引起他父母太大的重视啊。那么10月5号之后，胡鑫宇到他10月14号开始自杀，他先后7次上到天台，这个都是有录像可以佐证的。那么可以看出来啊，胡鑫宇实际上他想要自杀，不是在10月14号，在10月14号之前，他就曾经有过自杀的这种冲动，只不过没有具体的付诸行动，一直到10月14号这一天，他才最终走向了这个不归之路啊。那么警方现场的勘探呢，关于他的现场的内容呢，应该说啊，也其实基本佐证了胡鑫宇是自杀的这么一个内容啊。首先是他这个遗体啊悬挂在这个空中，所有的器官呢都是完整的，都在位，虽然都已经风化了啊，就都已经比较干了啊，但是没有发现这个器官被别人摘除的这个痕迹啊。其次呢，他体内也没有中毒，无论是农药中毒还是鼠药中毒的这么一个内容。最重要的一点，他这个地方啊形成了一个钩索，钩索外面还有血迹，而这个呢都符合他生前啊缢死的状态的这种一个特征。也就是说，整个这个现场的勘探结果呢，没有发现现场有打斗的痕迹，也没有发现这个现场有其他人的痕迹，包括胡鑫宇的鞋底上的苔藓，
那么基本上呢，跟他墙上那个过程内容呢也都一致。那么这个新闻发布会里的整体内容呢，也基本回答了前一段时期网上的一些疑问呢，比如说为什么搜救了10几天的时间，100多天的时间没有发现这个遗体呢？那么现在看来啊，这个区域至始至终就没有人进来找过。那么首先是警方那些拉网式的搜索啊，都是集中在外面的山林里。这个区域呢是处于当地的一个粮库墙边上的一个茂密的树林。那这个粮库的区域里头呢，警方自己讲，一共先后4次进去到现场去搜索，最后一次呢是去年的11月27号，而这个11月27号已经到了这个小树林的旁边，但是没有进入到这个小树林。那个现场啊，它那个墙非常非常高，墙大概有4、5米高，而他那个胡鑫宇啊自杀的那棵树啊，就长在这个墙的半壁上，然后他那个遗体啊悬挂在空中的时候，脚距地面呢还有1.5米左右，而这个外面呢就全部都是树林在遮挡。那这个地方为什么没有进去呢？记者也采访了当地的这个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就讲啊，这个地方原先是一个蛇园，就养蛇的地方，所以有很多剧毒的这个蛇。然后呢，警方来的时候，他们也跟这个警方讲过，所以呢，警方也就没有进去，只是在这个树林外面看了看有没有这个脚印呐什么之类的。这个区域呢，平时他们这些工作人员也不进去，所以呢，最终导致啊，就是虽然说动用了几千人次啊，对整个周围的区域进行大规模的拉网进行搜索啊，但唯独这个区域呢就错过了，而胡鑫宇又恰好就死在这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个人觉得胡鑫宇他死亡的那个地点，自缢的地点，其实从心理上来讲呢，也说明了胡鑫宇啊，其实他自己啊，就是想找一个相对比较隐蔽的地点呢，不想让别人知道。你想啊，他那个区域啊，从外面进去，警察方来了，他的墙虽然非常高，但外面那个区域呢，有一个渣土堆，从渣土堆到墙那个最高处呢，大概有1.5米啊。然后它墙里面呢是一个呈现台阶状，但是大概有4、5米高到地面上。然后它这个墙本身呢，外面这一侧就全都是树林，里面这一侧呢，半壁上长着几棵小树。那么胡鑫宇说实在的，在这个地方自杀，一般人确实是很难发现。第三点，那么有些人问，一个鞋带能自杀吗？那么这鞋带自杀的问题，警方在新闻发布会上也回答了这个问题啊，因为它那个鞋带的材质是涤纶纤维。这涤纶纤维呢，跟一般的这个棉质的鞋带比起来啊，它的这种受力程度啊，大约是这个棉质鞋带的1倍。承重力啊，他们自己做了实验，大概是85公斤。而胡鑫宇的体重呢，在生前大概是60到65公斤之间。然后人如果要是去世之后啊，他由于身体内的水分呢会逐渐的丧失啊，然后呢，他这个体重会下降，所以导致在空中悬挂了100多天也没有断裂。那么这个呢，其实我个人觉得也是比较有说服力的啊。应该说，关于胡鑫宇的死亡的事情啊，到这儿来应该差不多就尘埃落定了。当然有很多人会不相信啊，我个人是这么看这个问题的啊。有些人境外的人啊就说这些都不可信，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共产党的公布的嘛。那么共产党公布的内容你怎么可信呢？那么在我看来啊，就是说中共政府它当然是有很多方面呢，它是公布一些虚假的信息，比如说那疫情里头那些数字啊，死亡的人数啊，感染的数字，那一看就是假的。但不意味着它在社会管理过程中间的一切信息都是假的。所以呢，我们其实还需要辨析它平时在公布的这个信息过程中间，到底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应该说啊，涉及到他自己啊，那些有政权合法性啊、政治宣传呐、那些领域内那些数字你要格外小心。但是相对于一般的这种公共安全方面的管理职能方面啊，在我看来呢，它其实没有必要啊去那种造一些谣。所以这些方面的数据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可信的，这是第一啊。第二呢，在胡鑫宇这个事件过程中间的证据里面，大多数都是客观性证据。你比如说录音笔里的内容，这个呢有胡鑫宇他们家人全程见证，他们也是认可啊，所以呢这个内容是比较可信的。再有一个现场勘探的内容，那些
比如说那个地点呐，还有那个比如说死亡那个尸体的状况啊，这个他们家属呢也看了这个遗体的状况啊，所以我觉得这些客观性证据本身呢，它的说服力是比较强的。我们不能因为共产党他造谣啊，其实我们就不相信他说的一切的话。我个人觉得呢，其实如果你要是说这个就是共产党说的，由于共产党是邪恶的，所以他说的都是假的，所以都是不可信的，这就陷入到了一种循环论证。那你无论如何，你说到任何一个假的信息，最终被这个事实证明是错误的时候，你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说服自己，这不是循环论证吗？对吧？那么这种循环论证啊，说到底啊，其实是对你自己的公信力有影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正常呢，每个人呢都会犯错误，我们不可能每个人，在判断的过程中间都100%准确嘛。但是当我们出现错误的时候，我们自己得承认呐。如果你在自己判断错误的时候你不承认，你就说这对方是共产党，共产党说的不可信，说的不可信，你就不能证明我说错了，那你自己你觉得就会有公信力吗？不会吧，是吧？所以我觉得你把共产党假设成为了一个邪恶组织之后啊，说他所有的信息都不可信，那你为什么相信胡鑫宇这个遗体被发现了是真的呢？你为什么不相信胡鑫宇现在还活着呢？那么现场挂的那具遗体凭什么是胡鑫宇呢？对吧？可见说实在的，这个信息你也是相信了一部分，而一部分你不相信而已，你只是选择了相信了对你有利的，而不相信那些对你不利的信息而已。那你跟共产党又有什么区别吗？没有太大区别。所以我个人觉得，我们在面对共产党的信息披露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要学会辨析哪些信息是真实的，哪些信息是虚假的。这是我要想说的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啊，在我们面对社会新闻的时候，常常会这个有两种啊，这个隐藏在事实背后的真相，一种呢是被遮蔽的真相，一种是被忽略的真相。所谓被遮蔽的真相啊，就是人们有意制造的某种阴谋所导致的。比如说他被杀了，或者说他的器官被挖了，或者说是他被害了，是吧？等等吧，这都是被遮蔽的真相，需要我们去调查发现真相，并且公之于众。另外一种呢是被忽视的真相。被忽视的真相啊，就是说可能长期以来这样的一个群体中间存在的问题，并没有引起社会重视，导致他们存在的问题长期以来被忽视，最终所产生的这么一个效果。我们呢，一般的人呢，都更愿意关注前者，因为被遮蔽的真相啊，刺激、有趣、情节曲折。但是呢，很多人呢，更容易忽视被忽视的真相。你想想，这些被忽视的真相之所以容易被忽视，不就是容易被我们每一个人忽视吗？不仅仅是被那些管理者忽视吗？但是在我看来啊，这两种所呈现出来的社会问题，并不意味着前者更严重，后者就更不严重。不是的，真的不是的。就拿这件事情来讲啊，我认为胡鑫宇的悲剧的产生啊，说到底其实不是一个被遮蔽的真相，而是一个被忽视的真相。我说它不是被遮蔽的真相，是在这个事件过程中间没有那么多阴谋，它既不是被挖了器官，也不是因为他看学校的领导残害女同学，然后他被害了，是吧？而就是因为他们这个高中生的群体的心理问题长期得不到社会的关注，得不到家庭的关注，得不到学校的关注，更得不到来自于社会的各界的支持和帮助。这是真正的问题。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胡鑫宇在他心里面对问题的过程中间，谁给他支持了，谁给他帮助了？当他10月5号给他母亲打电话的时候，我猜他母亲可能没有对他的心理的变化产生足够的警惕，同时学校也没有足够的警觉。那么胡鑫宇就在这个过程中间，完全一个人孤立无助地承受着一个新环境变化给他带来的巨大的压力。说句心里话，这个被忽视的真相所呈现出来的悲剧啊，比那个所谓很多人想象出来的被遮蔽的真相更加残酷。我没有听过这个胡鑫宇啊，他那个录音笔里的真实的声音，但是我可以想象啊，他站在那个楼上，面对着5楼下面那个地上，想要跳楼自杀的时候那一刻的心情，
那应该是多么无助啊！他今年才15岁啊，正是青春大好年华呀，他为什么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到底是什么让他觉得这个世界上毫无意义了？这个问题我们每个人不应该反思吗？是我们成年人构建了怎样一个世界，让一个花季少年丧失了对生命的这样的一种信心呢？这不是更大的悲剧吗？我觉得真的是啊。如果我们真的关心这个群体，我们无论是家庭还是学校还是我们的社会啊，都应该好好想一想，这个群体里头现在究竟缺失着什么，我们究竟亏欠着他们什么，我们究竟应该用什么方式去关心这个群体，究竟应该怎样帮助那些下一个吴新宇啊？这才是真正的我们这个社会需要关注的内容。被忽视的真相啊，如果得不到关注，我们只热衷于去关心那些所谓被遮蔽的真相，最终导致的可能是那些被忽视的真相啊，永远被忽视下去，而被忽视的真相背后的那些生命啊，可能下一个还会源源不断的走上天台，走到了胡鑫宇今天自杀的那个地方。说句心里话啊，做这个节目我心里不是特别好受，为什么呢？因为有2个细节特别触动我。第一个就是胡鑫宇的死啊，他一直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静悄悄的离开。他之所以在学校的天台上犹豫往下跳，他就是不希望他跳下去之后仍然有人发现他，所以他最终才找到了仓库那个没有人的角落的那么一个围墙的半山腰的位置上。这个位置上，在我看来应该是胡鑫宇精心挑选的，他就是不希望被别人发现。但他为什么不希望被人发现呢？在我看来，就是他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绝望，因为他认为没有人能够帮助他，他也不希望他的死、他的离开能够被大家所发现。这是一种怎样的绝望啊！另外一个就是在他的录音笔里头，似乎是没有给他父母的遗言，只记录了他即将自杀之前的心路历程。他为什么对自己的父母啊都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呢？说明他对他自己的父母啊也充满着失望，因为他可能在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他的父母也没有拉他一把。我在这里当然不是说责怪他的父母啊，我是说我们这个社会所有的人都亏欠胡鑫宇。但是呢，反过来，我们现在社会上在做这个新闻的时候，有多少人在把胡鑫宇作为工具，说他被挖器官，说他因为看见了学校的领导残害女学生，于是被害死了。我们现在社会所讨论的这个很多东西啊，都高度政治化了。很多人在这讨论说，共产党你是在遮蔽真相，我们就是要通过挖器官的这种方式证明你共产党邪恶。但是所有这些讨论，有多少人真正关心那背后那个死亡的胡鑫宇呢？胡鑫宇已经去世了，我们没有办法挽救这个孩子的生命了。但是你这个社会中间还有无数个吴鑫宇啊，你们真的关心他们了吗？如果你们真的关心他们的话，我希望你们放下你们现在所谓的这种政治起见，去想一想，在中国这些封闭的学校里的一些无数的承受着巨大压力的高中生，他们呢正在经历着心灵上的煎熬，但是没有人帮助他们。如果你们真的有人文关怀，你们真的关心这个世界上每一个生命，这才是真正需要关心的问题。这些问题啊，可能没有那么刺激，也无关你们那些反共啊不反共，但是啊，这是我们这个社会中间年轻人真正面临的困境。我不知道很多人啊，每天做这些新闻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新闻最终的目的，它的关注点就应该是人，就是人的需求，就是人的困惑，就是人面临的问题，我们该如何去解决这每一个人面对的生存的压力以及他们的困惑。如果说胡鑫宇的死啊，给我们这社会带来的警示是什么？我认为就是这个。所以我真的希望啊，那些在网上啊喧闹之间啊讨论这个所谓的政治起见的人，你们真的能够放下自己的情绪力量啊，去想一想这些年轻人，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帮助他。如果是能起到这个作用的话，胡鑫宇的死啊才没有白死。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